以特朗普为主的共和党人强烈要求米利将军下台，甚至称他的行为是叛国。而拜登政府则站出来力挺米利，称米利与中国官员的通话符合他维持战略稳定的责任，并盛赞其爱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少。美军最高将领私通中国，拜登呢却盛赞其爱国。台湾当局闻出了恐惧的味道。最近，一本新书曝光了美国最高军事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私通中国的往事。美国政坛因此发生了激烈的较量和辩论。以特朗普为主的共和党人强烈要求米利将军下台，甚至称他的行为是叛国。而拜登政府则站出来力挺米利，称米利与中国官员的通话符合他维持战略稳定的责任，并盛赞其爱国。据报道，当时美方有情报表明，鉴于南海军事演习引发的紧张局势，以及特朗普发表的整体上好战的对华言论等因素，中国当局有理由认为美国准备对华发动攻击。米利审查过这些情报后，决定致电中方。而特朗普本人对这些消息给予了驳斥，称之为假消息。他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进攻中国，而且北京知道这一点。特朗普认为，如果米利联合中方且表示若准备进攻，则会提前告知的消息属实，那么他就属于叛国行为。米利曾在特朗普任职期间2次与中国军方私通，其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引发中美之间的战争，这样的将军才是值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人。那么，米利与中国军方高层通话的事儿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其一，美国政坛内的斗争非常激烈，甚至呢可以用惨烈来形容。特朗普说自己当时根本就没有想与中国开战，认为米利与中国打电话就是叛国，证明共和党正在利用这一事件向拜登的执政团队发起猛攻。米利虽然是特朗普时期任命的，但是在特朗普执政最后阶段却站到了理性的一面。主要的表现呢，就是不支持动用美军镇压黑名贵，而且呢公开表态认为特朗普精神不正常。第二是拜登和美国军方高层都在极力避免与中国打仗，包括拜登政府以及美国参联会主席米利、副主席海顿，他们都认为与中国打仗不符合美国目前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中美目前不会轻易开战。对于2个核大国来说，找不出直接打仗的理由，因为一旦这2个核大国开战，最终引发核大战，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那么2个核大国打常规战争，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当然不能排除，但是从历史的角度讲，无论是美国和苏联，还是美国和中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那么由于台湾问题而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开战，无论是打核战争还是打常规战争，这种可能性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么台湾地区当局现在就有些明白了，因为台海问题而引发中美之间战争，台湾的资格是远远不够的。那么不管美国政客怎么嚣张，美军高层的脑子还算是清醒，因为在中国家门口他们是打不过中国的，这个已经被历史的事实所证明。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都表明了这一点。当然，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都是在陆地上打的，但是在海上呢，随着中国军力的强调，不管这个家门口是在海上还是陆上，可以说美国都没有胜算。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前提情况下，美军高层对于中国开战，他就不得不三思而行，认真考虑其后果。第三，这个事件也证明米利当时发现了非常严重的情况。那么什么样的情况他认为是很严重呢？或许米利认为特朗普不正常了。那么从特朗普执政的最后这段时间看，他确实有很多举动不正常。那么由此呢，就造成了米利的担心，如果特朗普政府在中美关系上进一步加剧双方的误解，那么就有可能引发中国军队的强烈反应。由此呢，米利害怕中美军队之间由于误解而发生误判，由误判而导致冲突。可以说，米利打这个电话并非是无的放矢，肯定是为了避免中美两军出现误会，最终呢导致不必要的冲突。
当时呢，美军正在根据特朗普为了连任的需要，而在南海呢准备搞一场大规模演习。这个演习的名字叫10月惊奇。那么中国军队肯定会针对这一传言或者计划中的演习，提高我们的战备等级。那么如果双方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发生误判，大量的军力又集中在南海，就很可能会因误判而发生擦枪走火的情况。米利当时为了避免中美之间因为误判而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又因为一旦擦枪走火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武装冲突，因此他要求美军立刻放弃在台海地区搞的大规模军演的这个计划。同时呢，他也给中国军方打电话，向中国方面做出保证，美军不会发动进攻性的行动。另外，米利在电话中还告诉中国军方，他说民主有时候是不靠谱的。可以说，米利的这个电话如果属实，他对于当时避免中美之间发生误判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近1年之后，这本新书出来了，把当时的情况做了一个爆料，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美国军方内部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比如说，美军内部现在对中国表态比较强硬的，主要是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其目的呢是为了争取更多的军费。而美军的高层，甚至是美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其实呢也不愿意与中国打仗，因为和中国开战没有什么好处。一个小小的阿富汗，它20年都没有搞定，更不要说对付中国的这样拥有强大的核武器和常规武装力量的大国了。那么这次事件也从某个角度折射出了美国根本就不太可能使用武力干涉台海事务。那么米利这么做，大家感觉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台湾地区当局来讲，这可就是一记重击。美国这么不靠谱，而且呢现在又透露出不愿意和中国打仗，这意味着美国根本就不可能为了台湾地区的利益和中国发生武力对抗、武力冲突，因为他们很明白，一旦武力介入台海问题，最终的后果会非常严重。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过去一直在抱美国的大腿，现在看来这个大腿不一定能抱得住了，他随便使个劲儿就可以把你踢开。由此不难看出，台海问题最终只有在大陆的主导下才可能解决，而解放军军力的强大才是阻止外来势力干涉的关键。这一点，台湾地区当局的领导人应该动脑子，好好想一想了。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